陈潇雨稍微有点状况外的感觉，那都可以出道了，我觉得，真的。先请2位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那我先来吧。好，大家好，我叫丽婷，刘丽婷。然后我现在呢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在读。哇哦，好厉害！然后呢，我之前也已经有过一些工作经验啊，主要是做一些品牌管理、新媒体运营方面的工作。刚结束的一份工作是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实习，负责联合国全球的中文社交媒体的运营。然后现在开启新的职场生涯，所以来到了这边。好，谢谢。谢谢。我好喜欢这个女孩。给了我不小的压力。不要紧，放松。好，各位老师好，我叫陈潇雨，我的英文名字叫 Vicky。我在城市大学读的是投资金融风险管理。哇哦！在这之后呢，我又加入了伦敦艺术大学，我读的是时装设计。我这2份学习经历的话，给了我一个逻辑上还有 creative 2方面的一个结合吧。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来聘这个职位呢？我觉得这个职位听起来就让我很兴奋。我觉得广告它其实最大的特点还是真实，然后可以传递给触动人心的那种力量。就我而言呢，我觉得是对WT 的一个向往。就像你们说过的一样，就 WT 是一个大学，我希望能够来这里，就是学习更多的东西，这是一个我向往的dreamland 这个感觉吧。而且像2位老师，我都仔细看过你们的采访，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我喜欢这种灵魂中带着火花的这样的人。因为之前我是了解到，就是说2位都是妈妈哈。那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家里和重返职场的这样子的一个 balance， 2位会怎么来看待？哇，第一个问题就在我看来，我觉得，妈妈和职场其实是可以得到一个平衡的，就像爸爸和职场也可以得到平衡一样。你只要自己做成一个高效的人的话，你就可以更好的平衡2边的关系。效率。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平衡可言，只有一段时间内我的精力只放在一件事情上。如果我们很荣幸的获得丽婷来加入我们的创意团队，你觉得你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额外的力量？我觉得我会带来很多的新的视角和想法。Vicky， 我刚才也看到你一直在低头在想，那你的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的创意思维应该是不一样的嘛。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人，然后在团队里面呢，我觉得我那个沟通能力啊，或者是换位思考啊，这些我都是比较擅长的，所以可以在团队里面很好的让一件事情更好的发生。但是人家要招创意总监哎。要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认为是最能够代表自己的一个作品。好的。我现在这些都在被老板们的观察之中。我想讲一下我工作经历，因为我当时在大学期间呢，我有参加过好几家时尚品牌工作室，有做实习。接下来就是不好意思，有点干。要不要水？没事，就是奢侈品的一些 sales。我觉得做奢侈品 sales， 我当时主要是为了可以和消费者有个近距离接触，因为这是最前端可以直接接触到消费者的。因为广告其实也是为了去了解消费者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我就自己有成立一个叫 Dogcom 的一个摄影工作室，然后其中也有帮一个品牌做一个宣传片。
这是他当季的一个宣传片，然后整个摄影、拍摄，然后造型，还有模特的 casting 都是我们自己完成的。So I reckon that, you know, in your ending slogan, you put comfort in bloom. What does it really mean? Actually, this is the brand give us the theme of this collection, but they want us to explain their special identity is. So they want explain the spring and the flower in this kind of elements. I think it's a really nice line,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spring fashion, right? So springtime is the time for the flowers to bloom. It's exactly, you know, what you're trying to convey. You know, that generation, you know, when they reach this age group, they are also at the age of blooming. But this kind of fashion gives them the confidence, you know, the comfort in this. Not stage. really showing, right? No, it's quite nice. It's quite nice. 虽然他感觉得到是有一点小紧张，但是整个从头到尾，其实他的一个表现就是可以看出来他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的缜密，然后表达能力也非常的清晰。今天你进来这个地方是求职，当对方用英语来去问你问题，礼貌上哈，当然就是应该是用英文来去回答。我在全网的话是1000多万的粉丝。哇，1000万级粉丝，那么厉害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这个社交平台你做了多久2年多。2年多。 2年1000万级粉丝，这个是我在大学期间为学校拍摄的招生办拍摄的宣传片。然后呢，这个是我在香港大学，我学的是 Film Language and Art，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交换课程。然后这个剧本也获得了上海的一个大学生作品奖。然后其实呢，我对这个 WT 之前有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些了解。然后我知道 WT 它最重要的就是3个元素：数据、创意和技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哈。 我觉得细节还是非常重要的。在你刚才那个 video 里面哈，公司名称不能写错的。哇，天哪！公司的Thompson sorry。这种致命性的错误，它一定会减掉一点分的。把你觉得自己最好的一个作品，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是想给你们讲一个报告。我在18年的时候就深入了北京最大的 MCN 公司去实地的走访调研，比如说根植于中国的这些新的这种 MCN 机构，他们有一些什么特点呢？像这个，它会有一个创作人社区，就是无论你在做什么，短视频、长视频、中视频，你都需要有人、有剧本、有导演、有选角。那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的优势其实就是他们有一个创作人社区，同时他们有很优质的内容产出。在去年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去电影院，所以他们关联到的所有的这些网络大电影都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数据。丽婷，不好意思哈，谢谢你的分析。OK。 我在猜，最终是应该是没有创意的什么东西的。对，它是一个调研洞察的报告。我希望他能够扎实的去找到一些很实际的，而不是纯粹的一些很虚的名，或者虚的联系。太多数据了。数据其实是结果，它整体形式大于内容。他是一个典型的分析逻辑思维的人，他不是个创意人才。对，因为其实创意是内容向的。对。已经具备的能力和潜力哪个更重要？我觉得哈，对于这种岗位来说，一定是能力更重要。您觉得陈小雨能入选吗？我觉得他可以。
对，你不刚刚说实力要大于潜力吗？不是，他只是3个人嘛。他可能不是最后一个。明白了，先给一个机会啊。对，首先我是老板的话，我也挺喜欢他的，但是呢，我不一定会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那我觉得有几点，我觉得特别打动我。第一就是说他特别的真诚，然后你特别愿意去倾听他说什么，人格魅力，对，这种特别强烈。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 iQIYI